我叫顾野，是一名程序员。我跟老婆结婚7年，因为她创业失败，我每天呕心沥血熬夜写代码，下了班还要送外卖，只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。小顾啊，你之前攻破的那项专利，我们鼎盛集团愿意出2个亿买下。真的？那实在是太好了。另外啊，像你这样的首席程序员，一直留在那种小公司，也实在是埋没了。我想挖你来鼎盛工作，只要你愿意来海城，我可以给你年薪1000万。秦总，很感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毕竟我已经结婚了，也不想跟我老婆分居。好吧，我这几天就在京市出差，你要是想清楚了，随时告诉我。谢谢秦总，专利的事儿很感谢您，我想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老婆，她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回见。你好，我想帮你们公司的会计白然请个假。您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说的那位可是我们公司的总裁，而且我们总裁和他先生恩爱非常，每天可都是一起上下班的。总裁老公貌似也不是您。我为他呕心沥血，倾尽所有，他却在公司跟自己的初恋出双入对。你一对耳环顶得上我1年工资，为什么偏偏跟我装成是挣5000块的小会计？你说创业破产，我卖了爸妈唯一留给我的房子给你填空洞，白天写代码，晚上跑外卖，胃出血都舍不得去医院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这么戏弄我？兄弟，别怪她，当年她嫁给你的时候就对我发过誓，说她的一切，包括身体、财产，都是我的。所以啊，别去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我满心满意在计划我们的未来，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你却骗了我7年，把钱都花给了别人。但我才是你法律上的丈夫，真以为能拿走一切吗？白然，你自己告诉我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顾爷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怕你吃软饭，时间久了就没上进心了。我也怕伤你的自尊心，况且你当初不是说了你要养我吗？少 PUA 我！7年，白然，我们结婚7年了，7年还不够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要是会吃软饭，我会卖掉爸妈留给我的唯一房产给你创业，我会每个月省吃俭用给你1万块让你还债。不是这样的，顾爷。顾爷，等我有钱了，也给你买一块牢，让你发朋友圈好好炫耀。原来他真的买了，不过是给了别人，不是什么。那他呢？云州只是朋友。冉冉，云州是我初恋不假，这件事你当初也知道，我什么时候瞒过你我的过去？我们俩现在只是合作伙伴。那他刚才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他这个人最喜欢开玩笑了，刚才那些话是在逗你。不是开玩笑，这句话不是你新婚那晚打视频和我说的吗？当时顾野就睡在你。云州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原来从新婚当晚就开始了吗？你别听云州瞎说，没有的事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还要见客户，晚上回去再和你解释。你不用解释了，白然，我们离婚吧。这句话一共8个字，1个字100万，买断我们俩的婚姻，成全你们俩，很划算吧？顾爷，你冷静点，我们回家说。家？你是说那个月租700、墙皮脱落的老房子？也真是为难你堂堂总裁，为了骗我还要住在那样的地方。别在这里闹，影响不好。放开！你不就是觉得我没给你花钱想吃软饭吗？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装成受害者？我陪你睡了7年都没收你钱，你该知足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不会给你钱用。走了，冉冉，在这闹起来多难看！不是说好见客户前再给我买一块新表吗？好，没问题。还有你的车我也帮你换，毕竟出去见客户排场比较重要。听到没有？冉冉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想要800万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不过嘛，这么多年你替我照顾冉冉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要是愿意叫我一声哥，我就劝冉冉出钱
帮你把这双拼夕买的鞋子换一换。你这个废物！冉冉，他打我！顾爷，你疯了！你别逼我打女人！你自己不上进，结婚了7年还是个臭写代码的。你要是有出息，至于结婚了7年还需要下班去跑外卖，你自己没本事，拿别人撒什么谎？你要怪就怪你自己是个废物。我为了他，每天呕心沥血，早出晚归，就算拖垮了身子也不敢去医院，努力赚钱就为了给他还债，到头来我却成了他眼中的废物。你不是觉得800万太多吗？那好，你欠我的钱，给他花的钱，我都会在法庭上一分一分讨回来。顾爷，你做梦！秦总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我想跟您面聊。方便，我随时都方便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就让司机去接你。谢谢秦总。小顾啊，你之前再三拒绝我的邀约，我还以为你是有更好的去处，可你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？让秦总见笑了。坐，先喝茶。突然来找我，是想通了？秦总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赏识，我愿意去鼎盛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我知道你舍不得你老婆，不想去海城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准备在京市开一家分公司，我不光要你过来，我还要你担任这家分公司的负责人。秦总，你有这个能力，像你这样的技术天才，说什么也不能被埋没了。等鼎盛在京市站稳脚跟，也可以多扶持一下你老婆的事业。秦总，我准备离婚了。什么？白冉他骗了我7年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小会计，他是白盛集团的执行总裁。我卖了爸妈留给我的房子替他填窟窿，白天写代码，晚上跑外卖，胃出血都舍不得去医院，到头来他却给自己的初恋买车买名表，还护着那个男人，骂我是个废物。什么？你可是能研发出价值2个亿专利的人，谁敢骂你是废物？周律师过来一趟。小顾，鼎盛的法律顾问还算不错，我让周律亲自接手你的离婚案。这7年属于你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包括他公司这几年的盈利，他给那个男人花的每一分钱，都该是你应得的。另外，既然你们还在婚姻存续期间，那笔2个亿的专利费，我就晚点再打到你卡上。秦总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我只是看不惯珍珠被当榆木，你这种人就该站在更高的地方，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睁大眼睛好好看看。回来了，正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云州本来就身体不好，你今天那一拳让他心脏病复发，医生说他需要人照顾，我过去住几天。这也是医生给他开的药。夹在裙子里不小心放进去的，我自己都没注意到，就你敏感。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想和你计较。现在云州需要我，我回来再跟你解释。需要，他需要我时，我都在；我需要他时，他在别人那里，真是可笑。好。我说了，我只是去几天。那就永远别回来了，带着你的东西和需要你的人。顾爷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我照顾完他，一定马上回来。冉冉，我有个新项目想让你投一下，这次保准1本万利。计划书我发你微信了，你看看。没问题，我明天让会计给你划1000万过去。第10次创业，1000万。如果没有卖出那份专利，我得送多少单外卖，码多少行电码才能赚得到1000万？顾爷，你偷瞄我计划书干什么？你也想创业？就他一个破写代码的，还想创业？这辈子估计也就是拿点死工资给人打工的份儿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，滚出我的房子！这是我们的。不，这是我的，月租是我交的，水电煤气是我付的，家具家电是我买的。
你除了在这里住了7年，还付出了什么？就这么点钱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？顾野，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？我不算男人。这7年，我每个月都转1万给他还债，甚至省吃俭用给他买贵的包包、化妆品，生怕他被同事或者闺蜜看不起。可是你呢？一边耍我，一边给另外一个男人大肆挥霍，白然，有意思吗？好，我走，但你别后悔。白然，希望你以后不会为你今天的选择后悔。也谢谢你帮我收走这个垃圾。白冉很小心，一直没拍到过肉体出轨的证据，现在有了。小顾啊，给白冉的诉前通知书我已经派人拟好了，今天你去你原公司办完离职手续，等你拿到你该拿的钱，我亲自派人来接你。谢谢秦总。顾野，你涉嫌挪用公款320万。我一个后端开发组长，经手的最大款项不过是团队设备采购，哪来的权限动320万？我要查看系统操作日志和审计报告。我们公司被收购了，你要看得找新老板。现在老板是谁？姓李。哟，我们的技术大牛来了，顾组长，不，现在应该叫钱组长。白冉，审计报告是伪造的，采购订单需要3级审批，我只有建议权，没有最终签字权。系统日志可以证明。系统日志被黑客入侵，记录已经丢失。真巧，丢失的刚好是你设计的那几笔采购。公司的安全架构是我搭建的，防火墙规则是我写的，你说被入侵就入侵了，所以我才怀疑你。内部人员作案最容易了，不是吗？你们篡改了数据库，说话要讲证据。现在所有的日志记录都指向你，你就等着被起诉巨额赔款吧，或者你跪下来求求我，也许我心一软，就让冉冉少要一点。白冉，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现在是给你机会，我们在帮你。帮我？白冉，你把我当傻子耍了7年还不够，现在还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死我，你他妈跟谁吼呢？你们不就是想看我跪地求饶，像条狗一样爬过来舔你的鞋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做梦！钱我1分不会赔，罪名我1个不会认，有本事你们就报警，我们法庭上见。冉冉，你先出去喝杯咖啡消消气。顾野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不就是不甘心吗？不甘心白冉选了我，不甘心离婚分不到钱，不甘心看到那张照片。那张照片拍得不错吧？冉冉的皮肤又嫩又滑，跟水一样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顾野啊顾野，你说的可真彻底。白冉的人是我的，钱也是我的，现在和未来他的一切都是我的，而你只是一个要被清理的垃圾。顾野，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净身出户，然后永远消失。那我就放弃指控你，放你一条生路。320万啊，顾野，你跑外卖多久才跑得出来啊？冉冉，他又打我，我只是想跟他好好谈，他就发疯。报表！云舟，他怎么打的你，就怎么讨回来。顾野，你真是不知悔改！我现在就要报警，看你嘴巴还硬不硬。你竟然起诉和我离婚？是的，而且我还要你1半的财产。顾野，7年婚姻说撕破脸就撕破脸，你真的这么绝情？绝情？白冉，出轨的是你，骗我7年的是你，要陷害我去坐牢的也是你。现在你来跟我谈绝情？我没有出轨，那些都是误会。云舟只是朋友，我在帮他渡过难关。你非要闹到法庭，让人看笑话是不是？你挪用公款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，我给你补。你现在撤诉，跟我回家。只要你回来，我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劳力士吗？我给你买，云舟有的你都会有。说完了。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你不如问问他。冉冉，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一直拉着我不放，我没办法，我只是想让顾野来接你。顾野，
那晚我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这是意外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。醉酒意外，白然，你醉酒后记得回家要卸妆，记得洗澡点香薰，记得让我帮你吹头发，怎么到了他那儿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？1次是意外，2次是偶然，那这7年呢？你给他买房子是意外，给他投资是意外，把我的公司买下来送他是意外。够了，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。下周3开庭，希望你能准时出场。顾爷，冉冉，你别管他。像他这种没背景又没钱的废物，就算法院判了，我也有1万种方法让他拿不到钱。鼎盛集团马上就要入驻京市，还放出了一个价值10个亿的合同项目。只要我们能拿下这个项目，白胜肯定能一飞冲天。鼎盛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集团，各家争抢的合作对象。听说这次还高价从外面聘请了一位执行总裁，我们能合作得上吗？冉冉，你放心，我有合作的资源，不过这个打点的资金估计需要不少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只要能跟鼎盛合作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小顾，鼎盛驻金分公司那10个亿的项目刚放出去，就有不少公司上管着来跟我们合作。你那位前妻的公司好像也在里面。我知道了，一切等我正式入职再说。好，不过今天的官司真的不需要我叫周律过去吗？不用，我手上的证据足够多。不过以后估计还有用得上周律的地方，毕竟我可不觉得他们会那么自觉给我钱。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，足以证明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重大过错。依据民法典规定，判决原告顾野与被告白冉离婚，夫妻共同财产平分，另被告需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。以上判决，被告可有异议。法官，我还有补充证据提交。这是过去7年被告向我隐瞒真实财务状况，并长期伪装贫穷的证据。同时，这些证据也显示被告在此间持续大额的为第三者李云洲先生消费，包括但不限于房产、手表、商业投资等，总价值超过3000万。你胡说！肃静！这些消费发生在我们的婚姻存续期间，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我要求被告就这部分损失进行额外赔偿。法官，这些钱是我自愿赠与云昭的，是我需要我提醒你吗？你创办公司的启动资金是我父母的遗产，你公司盈利期间，我承担了全部家庭开销，法律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而你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，用我们的钱养了另一个人7年。顾爷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那些钱是冉冉心甘情愿给我的，你凭什么？凭她是我法律上的妻子，凭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有我的一半。你，被告代理人对这份证据可有异议？既然如此，本庭正式宣判，被告白冉需支付白胜集团这7年收益的一半，与花给第三者总金额的一半，共计1500万人民币。法官，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现金流。这不是本庭需要考虑的问题。判决生效后，原告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，分期也好，变卖资产也罢，方式由你们自行协商。退庭。顾爷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1500万，你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吗？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些年赚了这么多钱，却依旧心安理得享受着我的付出，花着我每个月转你的1万块。顾野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上不得台面的垃圾。就算法官判了又怎么样？你休想从冉冉这里拿走1分钱，那就由不得你了。顾爷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以后我赚的钱都可以分你一半。但是白胜如今到了关键时期，需要钱打点和鼎盛合作，我保证以后云州有的你都会有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恶心，而且以你们白胜的资质，还不够格和鼎盛合作。顾爷，你一个只知道写代码和送外卖的废物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非要跟我离婚，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谁知道呢？反正后悔的人一定不会是我。顾爷，我告诉你，离开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不仅不会让你拿到钱，还会让全行业封杀你。小顾啊，听周律说你的离婚官司打赢了，恭喜你，2个亿的专利费已经打到你卡上了，我派了秘书来接你。顾总请吧，秦总已经在鼎盛驻京分公司等候您多时了。什么？顾爷，云州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那个女人叫顾野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啊。冉冉，你别管那个废物了，他一个写代码送外卖的穷鬼，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8成是在网上租的车和人，故意在你面前装腔作势，想让你后悔罢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
小顾，不，现在该叫顾总了。欢迎你正式加入鼎盛。承蒙秦总不弃，这份知遇之恩，顾也定当竭尽全力，绝不辜负。好，我就知道没看错人。对了，小顾，鼎盛驻京分公司的开业典礼就定在下周，到时候会有剪彩仪式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在那天的欢迎宴上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正式宣布介绍你。多谢秦总。老头子，你答应陪我吃饭的，这都几点了？你看看。潇潇，还有外人在呢，别这么没大没小的。小顾啊，还没来得及跟你介绍，这是我女儿秦小小，从小被我惯坏了，没规矩惯了，你别见笑。你就是我爸重金挖过来的那个技术天才。你好，我叫秦小小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我叫秦小小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我是顾野，很高兴认识你，秦小姐。不过嘛，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个执行总裁。潇潇，别胡说八道。秦小姐说的也没错。不过嘛，你既然马上要做鼎动驻京分公司的执行总裁，总不能让你丢了我们鼎盛的脸面。走吧，本小姐今天心情不错，带你去好好改造一下。秦总，这你就跟他去吧。潇潇从小最爱给人梳妆打扮，以前成天拿我这个老头子练手，烦都要烦死了。以后总算有个别人替我被折腾，我乐得清闲。走了走了，啰嗦什么呢？冉冉，你不会真打算给那个废物1500万吧？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你的钱、你的公司、你的一切，统统都是我的。法院已经判了，你以为我想给吗？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听说过几天就是鼎盛集团驻京分公司的开业剪彩了，你现在就把一笔大额资金划走，做账做成商务打点费用。鼎盛的合作嘛，名正言顺。到时候就算法院问起来，账上也没有钱，顾也更是1分钱都拿不到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到时候就算法院问起来，账上也没有钱，顾也更不是1分钱都拿不到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，确实是拿下鼎盛的合作。只要项目到手，资金回笼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冉冉，过几天那个剪彩仪式，来的可都是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也得盛装出席才行。你给我买几件新衣服吗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买。秦小姐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这次是给秦总定制西装吗？不是给我爸，这次要改造这位。这位先生的条件其实很好，只是需要好好打理。先生，请随我先去量一下尺寸。好。秦小姐，现在需要跟您确认一下西装的颜色和布料质质。我们新到了一批意大利进口的羊绒面料，特别适合这位先生的气质。好，走吧。你在这儿坐会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小张，招待一下这位先生，别怠慢了。哦。顾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哟，这不是顾野吗？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怎么，你不会是知道冉冉要带我来订高定西装，故意跟踪我们过来的吧？顾野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跟我离婚，只要你好好表现，跟云州认个错，我也不是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冉冉，白总，您今天要来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也好提前备好茶水迎接您啊。过几天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剪彩仪式，想给云州定制一套西装。好的，白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给您安排最好的师傅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他已经带着李云州这么着要过世了。我说，你们店现在是越来越不上档次了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放？这样下去，我以后可不敢再来你们家订西装了，不然传出去，让别人以为我和一个穷鬼穿同一家的衣服，还怎么混？去，哪来的乞丐？谁让你坐在这沙发上的？这沙发是全小羊皮的，弄脏了弄坏了，你一个穷鬼赔得起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听见了没有？赶紧滚啊，臭乞丐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我滚？你，顾野，别逞强了。
只要你跟云州道个歉，我可以让你继续留在这家店，甚至也给你做一套西装。谁说我今天来不是来订西装的？哈哈哈哈！这里随便一套西装就价值上百万，你一个穷鬼，现在还没了工作，恐怕连这里的一颗纽扣都买不起吧？顾爷，我看你还是别在这儿打肿脸充胖子了。没错，进我们店也是要有门槛的，也不知道是谁那么不长眼，竟然把你放了进来。顾爷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就不要逞强了。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我后悔，想引起我的注意罢了。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？你非要在这里丢人现眼吗？白女士，我现在跟你已经没有半点关系，离婚也只差最后一道手续。你放心，这脸丢不到你身上。顾爷，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冉冉说话？不是，你到底是哪来的臭乞丐，在我店里闹事儿？再不管我就叫保安了。你尽管叫，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就算我今天走出这个门，用不了多久，你还得跪着求我回来。我求你，我求你个大头鬼！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！保安，保安，这有个穷鬼故意闹事，还不快把人丢出去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经理，店里来了个闹事的穷鬼，我正在处理呢，绝对不会影响贵客。你个蠢货！顾先生是我的重要客人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对他？经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搞错了？他这种人上上下下都是地摊货，鞋子都开了口，这样的穷鬼怎么可能是咱们店的贵客？没错，他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废物，一个跑外卖的下等人，能买得起你们店里的东西。我奉劝某些人别被这种货色给骗了，看走了眼，丢的可是你们店的脸。那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们每年在你们店里消费几百万，你一个小小的经理也敢跟我摆脸色？云州，你先冷静点儿。你好，你是你们店里的销售经理是吧？我是来定制西服的，请把不相干的人都清理一下，我不喜欢被人打扰。好熟悉的一句话，不过这种话一般都是从我嘴巴里说出来的。你是清场，我不喜欢被打扰。是，请吧。你们少在狗眼看人低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来你们这儿买东西了。请便。一年才消费几百万的人，也配在秦小姐面前跳脚？什么东西？那他为什么不用走？我说了。顾先生是我的重要客人，如果你们再敢对他出言不逊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放开！顾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们店里不需要捧高踩低的员工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马上离开这里。你跟他们认识？她是我的前妻。前妻？这么快身边就有了新欢？就是因为那个男人，我们才离婚的。好啦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我刚才给你挑了几件样衣，你快跟经理去试试吧。好。顾先生，请。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啊！顾爷，你这么一收拾，还真像个总裁了。你就别打趣我了，谢谢你今天帮我挑衣服。顾先生的底子是真的好，肩宽腰窄腿长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这只是几件样衣，等定制西装做出来，效果会更好。到时候我会派专人送上门。多谢。定制西装的钱从我卡上划吧。这怎么行？秦小姐，今天让你陪我来，
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我卖给秦总的专利，费用已经打到我的卡上了，我有钱。这么一张帅到人神共直的脸，他那个前妻怎么想的？放着这样的男人不要，去养一个油腻的软饭男，真是没眼光。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那个狗屁经理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居然敢把老子轰出去，却留下了顾野那个废物，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比起这个，我倒是更好奇，顾野跟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那个女人一看就知道是哪家的豪门千金，顾野那种废物，怎么可能攀得上这种人物？八成是在哪个二手网站租的跟班和群演，故意在你面前演戏罢了。这样吗？好了，冉冉，别管那个废物了，我今天又被他气得心脏疼，你帮我揉一揉好不好？我还有点事儿，要出去一趟。你就住在这里？之前为了省钱给白冉还债，只租了这套月租900的老破小。你不是让人新买了一套别墅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我的笔记本和硬盘还在上面。不过，这也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回到这里了吧？要不要我陪你上去？不用，几分钟就下来。顾野，顾野，最近发生的事，我们两个都太冲动了。毕竟我们结婚7年了，7年的感情不是几句话就能抹干净的。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，好不好？聊？你骗我了7年，这7年你可曾想过和我坐下来聊聊？顾野，我跟云州的事我可以解释。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以再跟你聊的。顾野，这房子我已经退租了，房东明天会来收拾干净。你的东西你要拿就拿走，不要的话就全丢了吧。顾野，你一定要对我这么绝情吗？还是你觉得法院判了我给你1500万，你就可以这样对我了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不愿意给这笔钱，你1分都别想拿到。你可以试试看。为什么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？你大半夜不睡觉洗什么衣服？吵死了！你不是说白天太阳大，内衣晾出去会被邻居看见不好意思吗？晚上洗，晾在洗手间里，没人看见。你快去睡吧，我马上就好了。吃饭啦！好香啊！顾野，我的人生完了，公司破产，我欠了100多万，我怎么办啊？别怕，有我在。你一个写代码的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那是100多万，100多万啊，我们拿什么还？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一些积蓄，你先拿去还债，以后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，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。顾野，我怎么会跟你走到现在这一步？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顾野，
房东太太，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这话该我问你才对吧？小顾今天下午已经把房子退了啊，说家里的东西全部给我处理掉，这屋子里怎么还有人啊？顾爷就这么着急把这套房子转出去吗？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我说你听见了没有？赶紧收拾收拾搬走吧。我明天一早就约了中介带人来看房。这房子不退了，我继续租。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冉冉，你昨天说出门一趟，结果一晚上都没回来，我等你等得可着急了。昨天有点累，就在外面开了间房睡了。冉冉，你看这个，后天就是鼎盛驻京分公司的剪彩仪式了，鼎盛秦总和新任执行总裁都会到场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，拖了好几个人才弄到手的。东西确实不错，只要能讨那位新任总裁的欢心，后续合作的事儿就好谈了。冉冉，我表现这么好，你要怎么奖励我？你想要什么？你之前给我买的那个公司嘛，账上又没钱了，你再给我打一笔投资款呗。要多少？3000万就够了。云州，白胜为了拿下鼎盛新项目，前期打点已经砸进去不少资金，账上一共就剩5000万现金流，这不是小数目。没问题的，冉冉。而且这3000万里，我还打算用1000万去打点鼎盛内部的关系。我们的诚意这么足，鼎盛的合作定是10拿9稳。到时候合同一签，那10个亿项目就是我们的了，资金马上就能回笼。好吧，晚点我让助理走合同。今天是鼎盛集团驻京分公司正式开业的大日子。据悉，鼎盛重金聘请了一位技术界传奇人物担任执行总裁，身份至今未公开。怎么样？我挑的衣服不错吧？秦小姐的眼光确实好。叫什么秦小姐？多生分，叫我潇潇就行。我女儿的眼光，那自然是不错的。秦总，外面的宾客基本上都到齐了，媒体和贵宾已经就位，仪式可以开始了。好，顾总，请。结果，让一让，麻烦让一让。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一个分公司开业而已。听说这位新来的驻京总裁是秦总花天价从外面挖过来的，之前在圈子里从来没有任何风声，所有人都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能让秦总这么重视。秦总，是秦总出来了。顾野，他怎么会站在秦总身边？冉冉，我的脚好痛。你没事吧？疼，冉冉，我站不住了。我先送你去医院。顾爷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是我看错了吗？今天我要向各位隆重介绍鼎盛集团驻京分公司的执行总裁顾野。顾总，顾总是我在业内寻觅多年才请到的技术天才。未来鼎盛在京市的所有业务都将由顾总全权负责。我相信，在他的带领下，鼎盛驻京分公司一定能在京市闯出一片新的天地。感谢秦总的信任，感谢各位来宾的见证。鼎盛驻京分公司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我和我的团队会全力以赴，用实打实的技术和业绩回报这份信任。小顾，分公司刚起步，你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。我觉得让小小做你总裁助理的位置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秦总，这不合适。秦小姐是您的千金，怎么能给我当助理？顾总，您这是嫌弃我能力不够，还是嫌弃我吃不了苦啊？小顾，你在之前那种高压工作强度下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跑外卖，还能挤出时间研发出自己的专利，这份劲劲和专注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让笑笑跟着你，我放心。好吧。顾总，鼎盛驻京分公司的第一个项目，京市稍有实力的公司都递了意向书，
这是我筛选整理的意向公司名单和详细资料。白盛集团，这不就是你前妻白冉的公司吗？要不这家公司直接排掉算了，省得日后合作起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也膈应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不会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里。让他们正常参与投标，按报价和方案公平竞争。白盛如果真的有实力，鼎盛不用避讳；如果不行，也赖不到任何人头上。好的，顾总。不过我之前已经比对过这批意向公司的资料了。白盛集团当年跟富川集团合作，搭建了一个业内超高水准的平台，的确还算有些潜力。但他们的财报显示，最近几个月的现金流有大额变动，恐怕不太乐观。白盛给富田搭建的平台，相比之下，我觉得这家兴业集团更适合合作。他们技术底子扎实，资金链也健康。好，待会儿我详细看一下这家星野的详细资料。还有，你还是叫我顾野吧，不然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小顾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公私分明，胸有秋浩，把分公司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冉冉，对不起，准备了这么多天，花了这么多心思，到头来连那位新总裁的面都没见到。也不算完全没有收获。我已经让助理把公司资料和投标意向书递交给鼎盛了，文件齐全，资质也够，他们应该会看到。冉冉，你放心，我花了整整1000万才搭上鼎盛内部的关系，那边的人已经跟我保证过了，只要我把礼物递到，新总裁一定会优先考虑白盛。这次跟鼎盛的合作项目绝对不可以有差池，不然我前期做了那么多资金投入，白盛就全完了。顾总，有人托我将这个给您，说是白盛集团为您上任所送的重礼。白盛？是的，顾总，白盛集团我之前合作过几次，在业内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公司，实力不俗。这次他们是真的有诚意，非常希望能跟咱们鼎盛合作。鼎盛跟谁合作，怎么合作，我自有决断，不需要任何人越俎代庖，也不需要任何人从中牵线搭桥。至于这礼物，退回去。退回去？这以后不许再收莫名其妙的礼物，不然你这主管的位置也不用做了。是，顾总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我这就退回去。结婚7年，我几乎从未收到过他送的礼物，没想到第一次看到他送的东西，竟然是这种情况，真是好笑。白总，贵司的2笔尾款已经逾期1周了，按合同规定，逾期超10个综艺日，我们有权追求违约金。您这边什么时候安排付款？王总您放心，尾款已经在走流程了。白盛刚对接了一个大项目，资金回笼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，到时候一定优先处理贵司款项。没事的，只要拿下鼎盛的合作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10个亿的项目，足够把白盛从泥潭里拉出来。不好了，白总，鼎盛那边将李总送过去的礼物退回来了。什么？为什么鼎盛的那位新任的执行总裁不愿意收我的礼物？白总，跟鼎盛对接的那位主管说，新总裁不喜欢这种收贿贿赂的行为，鼎盛跟谁合作，他自有决断。或许只是那位新总裁比较公正廉明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当年白盛凭借跟富川集团的项目彻底站稳脚跟，凭我们在业内的口碑，我们应该是鼎盛的第一选择才对。白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之前我们给富晨集团搭建的那个核心业务平台，今天凌晨突然出现了重大系统漏洞，他们的订单数据大面积错乱，直接导致当天交易亏损了3000多万。富春那边的法务部已经发函了，要求我们在48小时内修复漏洞，否则就要正式起诉索赔。技术部的人从凌晨排查到现在，根本找不到漏洞的源头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找人修啊！当年搭建这个平台的技术人员呢？找到他，让他立刻回来修补漏洞。白总，您忘了吗？当年这个平台的底层架构不是我们公司技术部做的，是您找了一位外部的顶尖技术人员独立搭建的，整个系统只有他一个人经手，除了他，没人能看懂那套架构。技术部的人说，除非找到当年搭建这个平台的那个人，否则这个漏洞根本不可能在48小时内修复。白总，您还能联系上这个人吗？不行，这样根本不行，底下那帮人全是废物，没有一个能用的。怎么了？什么事让我们家冉冉抽成这样？
公司要跟一个叫富春集团的大客户合作，需要搭建一个高并发的业务平台。冉冉，你不是说你是做会计的吗？会计还要负责平台搭建？公司现在特别着急这个项目，只要能把这个平台做好，不管是谁，都能拿到一大笔奖金。顾爷，你也知道，我之前创业失败欠了好多钱，我真的好需要这笔奖金。要是这个项目拿不下来，我在公司的处境就更难了。好啦好啦，不就是搭一个平台吗？别愁了，交给我。是啊，我怎么忘了？是顾爷帮我搭建了这个平台，才拿下了跟富春的合作，白胜才有了今天。白总，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富春那边只给了48小时的期限，技术部的人根本看不懂那套底层架构，再拖下去，白胜真的会面临巨额赔偿。我知道了，富春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。你跟技术部说，让他们继续排查，不要停。帮我查一下现在顾野在哪儿。是，白总。星野集团那边的法务已经确认了最后一版合同，所有的技术条款和交付质点都对过了，签约仪式定在3天后，场地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做得很好，效率比我想象中快不少。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注意。怪我没拿稳，你看看衣服全湿了。没事。顾爷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不是服装店的那个女人吗？冉冉，难怪她当时这么着急要跟你离婚，原来是傍上富婆啊！顾爷，我问你，你跟我离婚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？白冉，我再重申一次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觉得我有跟你解释的必要。这位女士，你未免有点太倒打一耙，明明是你出轨在先，别把别人都想得跟你一样好吧？更何况，你不是也带着个油腻男招摇过市？说谁是油腻男？够了，你到底来找我做什么？之前你帮白胜搭建的那个平台出了问题，导致富春集团亏损上千万，必须立刻修补好，不然白胜会面临巨额赔偿。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那个平台是你搭建的，除了你，没人能修补好那个 bug。顾爷，你别在这装蒜，那个平台是你搭建的，现在出了问题，当然应该你负责。你要是修不好，就等着赔那几千万吧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是你欺骗我，帮你搭建了这个平台，从头到尾我没有拿过1分钱。白冉，你真的好意思来问我开口要钱吗？富春集团，我想起来了，白胜当时站稳脚跟，靠的不就是和富春的合作吗？那个项目当时听说可是赚了不少钱，可以说没有那个平台，就没有今天的白胜。当年你说你们公司需要一个高并发的业务平台，同事都搞不定，领导把任务压到你头上，说只要做好了就能拿到一大笔奖金。我整整1个月没有怎么合眼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跑完外卖回来接着写代码，写到凌晨3、4点是常事。你说需求变了又变，我改了又改，没有多问一个字。后来你说公司发了10万块奖金，你拿去还债了，我没有过问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你大概早就是白总了吧？顾爷不是那样的，当时的情况很复杂，我可以解释的。白冉，你利用我让你的公司站稳了脚跟，然后你骗了我7年，用我赚的钱去养别的男人，现在你还想让我帮你修补平台的漏洞，你把我顾野当傻了。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亏待了你，我会弥补你的好不好？只要你帮我修补好这个漏洞，我马上给你50万，不，100万。冉冉，你疯了？不就是修一个破漏洞吗？这本来就是他自己写的东西出了问题，凭什么反过来还要给他这么多钱？给他1万块都嫌多，可以吗，顾爷？白冉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看得上你这点钱？顾野，你不会以为自己现在穿了几身得体的衣服就真成了人上人吧？你一个写代码送外卖的，运气好暂时被个富二代小姐看上，等你被抛弃落魄失去一切的时候，我保证你会无比后悔你今天的决定。谁说我包养了顾野？有些人觉得自己是软饭男，
就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好吧？你这么说，简直在侮辱顾野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没有被包养，那你为什么不要那些钱？很简单啊，我不是圣人，没办法去帮一个欺骗了我7年的人。顾野，为什么还这么天真？只要帮我修复好那个漏洞，你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，甚至我还可以给你些别的东西。知道你跟我离婚又没拿到赔偿款，日子肯定很不好过。你答应我的条件不是对我们双方都好吗？等等，我算是听懂了你们的意思。你是觉得顾野跟你离婚以后就成了个穷鬼，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？他就算不离婚，冉冉也不会给他花1分钱。就在半个月前，顾野先生名下的一项核心技术专利已经正式被鼎盛集团以2个亿的价格买断。你觉得他会看得上你这些钱？2个亿的专利，为什么你之前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？之前我以为你因为创业失败负债累累，我拼尽一切想给你好生活，所以才努力挤出时间研发了这一项专利。专利奖申请下来的那一刻，我本想去你们公司帮你请完病假再跟你分享喜悦，却得知了自己遭受了整整7年的欺骗。顾野，不是这样的，或许我应该感谢你，让我早早看清了你的真面目，不然，这笔专利奖金可能就成了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被你拿去给李云泽买表买车，到头来我还以为自己在帮你还债。走吧。早知道当时就不那么着急挑衅这个废物了，不然那笔2个亿的奖金就会是我的。顾野，冉冉，你还去追他做什么？如果没有他修补那个平台的漏洞，白生会面临整整3000万的赔偿，那就彻底完了。冉冉，你慌什么？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他顾野一个程序员，他能写出来的代码，别人照样能写出来。IT 方面的技术高手，我也认识一个。这人以前在硅谷待过，论技术不比顾野差，让他来一样能修好。你怎么了？顾野，你现在可是鼎盛集团驻京分公司的执行总裁，手里管着10个亿的项目，名下专利卖了2个亿。刚才那2个人那样羞辱你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？我还没发挥好呢，你就急着拉我走。因为不在意了，你会在意一个陌生人怎么看你吗？那倒也是，被狗咬了，总不能咬回去。白总，这位就是当年搭建底层结构的那位大神吗？不是他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们技术部的同事都特别想知道，能写出那种代码的大神到底长什么样。跟顾野结婚7年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。找到了，是个隐藏在中间层的逻辑冲突，被一个异常数据关触发了死循环。哇，还真是！你看吧，冉冉，我就说嘛，那个顾野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找的人还不是分分钟就搞定了？还好没给他那100万，不然亏大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底层架构的设计逻辑跟我见过的所有系统都不一样，我不知道怎么逆转这个崩溃进程。白总，贵司搭建的业务平台已经彻底崩溃，给我司造成的损失将超过1个亿。我司会向法院要求你们赔偿相应损失。王律师，平台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全力修复了，能不能再宽限？我们已经给过你们时间了，很难想象以你们公司的水准，当时是怎么搭建起这个平台的。准备好赔偿款吧，不然就法院见。冉冉，没事的，还有希望。
只要能拿下跟鼎盛的合作，白胜就还有希望。当时你送去鼎盛的礼物都被退了回来，还有什么希望？鼎盛到现在都没有选择合作的对象，就说明白胜依旧在他们的候选名单里。既然礼物被那位执行总裁退了回来，那我们就亲自上门拜访，让他知道我们的诚意。这也是最后的办法了。顾野，星野的负责人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。等今天签完合同，鼎盛就正式向外公开合作对象。好，你先上去吧。我去泡杯咖啡。云舟，那位新来的总裁真的会跟白胜合作吗？肯定会的。白胜虽然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是潜力无限，绝对是鼎盛最好的合作对象。顾野，你怎么会在鼎盛？顾野，你现在都跟踪我跟到鼎盛来了，我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，没时间跟你闹，你赶紧走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白冉，你为什么总是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你有关？你也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不是跟踪冉冉过来的，那你一个写代码送外卖的穷鬼，出现在鼎盛集团的大厅里干什么？难道还是鼎盛的员工？是又如何？你真的进了鼎盛？对啊，你的专利当时是卖给了鼎盛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他在鼎盛，估计也就是一个小职员，像从前一样的破写代码的。我们今天要见的可是鼎盛新任的总裁，听说他可是秦总从外面重金聘请过来的技术天才，像你这种废物，可永远都比不上。你们要见鼎盛的新任总裁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们总裁要见谁，还要通知你一个小圆圆，还不给我滚开！顾野，你能别在这儿闹了吗？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证明你的优秀，让我后悔。但现在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那位新总裁说，你赶紧走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是鼎盛的新任总裁？顾野，你别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一个只会打代码送外卖的废物，搞出个什么破专利，还真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像你这种人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到达那种高度。够了，顾野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这些话要是传到那位新任总裁和秦总的耳朵里，不仅你的工作保不住，说不定还会牵连白胜。赶紧给我闭嘴吧！你看吧，白冉，我说什么，你从来都不信。不是我不信，是你说出来的话实在是太可笑。没错，秦总那样高高在上的人物，你怕不是脸面都没见过吧？你要去哪里？上面是高层领导的办公室，你上去做什么？别演了！冉冉，你别管他，装腔作势，到时候我可得在那位新任总裁和秦总面前好好告你一状，让你连工作都保不住。秦总，幸会幸会，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本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吵吵闹闹的在干嘛？秦总，这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竟敢冒充新任总裁的身份，我在替鼎盛好好教训他呢。您赶紧把他开除，鼎盛可不能有这种蛀虫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我是白胜集团的负责人，今天特意和白总过来面见那位新任总裁，想跟他谈谈合作的事。顾总，你约了跟他们见面？不曾。顾总，难道你真是鼎盛的新任总裁？秦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。顾野他不就是一个臭血蛋马的，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了鼎盛驻京分公司的总裁呢？你是在质疑我？怎么，顾野不是鼎盛的新总裁？难道你是吗？自己目光短浅，就把别人想的跟你一样废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自然是顾总的秘书。秘书？我看你就是顾野包养的小情人吧？顾野刚跟我离婚，就把那个女人带在身边了，还把她安排进了鼎盛。秦总，像顾野这种心术不正的人，怎么能做鼎盛的总裁呢？他堂而皇之的把小情人送进鼎盛，简直就是败坏风气，是鼎盛的毒瘤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羞辱我的女儿？你的女儿？我跟我爸长得这么像，一看就是亲父女，好吧？不可能，你既然是秦总的千金，怎么可能去做顾野的助理？堂堂鼎盛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给一个血蛋马的废物当秘书，这不合理。我看中顾野的能力，想让小小多跟他学习，有什么问题？如果你真的是鼎盛的新任总裁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顾野，你就是故意想看我笑话。我说与不说重要吗？刚才我说了，你不是也没信吗？金总，我还有事，先上去了。等等，顾野，你之前帮富春石集团搭建的平台彻底崩溃了，白胜要面临上亿的赔偿，现在只有鼎盛的合作可以救白胜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顾野，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面子上，不要再计较从前的事，让鼎盛和白胜合作吧。这不是白省集团的总裁吗？怎么给顾总跪下了？我听说顾总跟这位白总之前是夫妻，结婚7年，白总出轨，顾总才离的婚。那现在还有脸来求顾总，真是不要脸。白然，鼎盛跟谁合作，并不是由我私人决定的。我们对比了所有公司的资料，白胜并不在鼎盛的选择范围内。不可能，白胜多少也算在行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鼎盛没有道理不选择白胜合作。顾野，你想报复我是不是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对你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陌生人而已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让你帮我修补平台的漏洞，你不帮我，想跟鼎盛合作也处处受你阻拦。你是真的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吗？白总，你这话说的也太搞笑了。鼎盛选择跟谁合作，看的是数据和实力。在质问别人之前，麻烦你先去看看你们公司的资金链和财务状况。像你们这样的公司，不仅鼎盛，想必已经被很多企业拉入黑名单了。顾总，星野集团的负责人已经等候多时了，我们走吧。冉冉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想不到这女人这么没用，不过还好，这些年从她那儿整了不少钱，也够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白总，富春集团的律师函已经送了过来，公司账上是真的没钱了，之前拖欠的员工工资也应该发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公司真的坚持不住了。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。别愁了，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每次都靠你想办法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我要是不会，谁来照顾你？现在才意识到，从前顾野居然默默为我做了这么多。7年婚姻，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？冉冉，你回来了。公司的事情想到解决的办法了吗？也别太着急，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。云州，我之前帮你买下静云科技，你经营的怎么样？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？冉冉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向来不擅长经营公司，前段时间我就已经把静云申请破产倒闭了。
什么？破产了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之前你不是忙着白胜的事，看你也没有时间管我，所以我就自己处理了。再说了，一个空壳公司而已，破产就破产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云州，白胜如今濒临破产，还要面对富春的巨额赔偿金，账上实在是没有钱。我之前不是给了你不少钱，你先拿出来一部分，给我应应急好不好？我没钱。不是你之前说你的所有财产都会是我的，现在怎么好意思向我要钱？你说什么？白冉，你给我钱，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，很公平不是吗？怎么，现在公司要破产了，你就想把钱要回来？做梦！李云洲，我怎么从前没有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？那只能说明你蠢，你眼瞎。你简直不要脸！你要脸？你要脸？你跟顾野7年婚姻还跟我出轨，你新婚当晚打视频跟我说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要脸？你上赶着给我买车买房倒贴我，一倒贴就是7年。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？没错，白冉，你落到现在的地步，只能怪你自己太单纯，太好骗。有本事你再回去找顾野啊，他现在可是堂堂鼎盛的执行总裁，不过他估计也不会要了你。你这个混蛋！我对你已经没有耐心了，这是我家，滚吧！这是我家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房子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就凭这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好，是我瞎了，你竟然为了这样的人跟顾野离了婚，是我瞎了眼。是我错了，顾野，是我错了。顾野，我们聊聊好吗？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？家里也没什么东西，我给你煮碗泡面好不好？你以前最爱吃泡面了。这个房间我不是退租了吗？你为什么还住在这儿？我们毕竟在这里生活了7年，我们所有的回忆都在这里，所以我把这套房子重新租下来了。所以你这么做是在感动自己？你说什么？白冉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说实话，我不觉得我在这里有什么美好的回忆，我一回到这里就会想到你对我长达7年的欺骗。而且我也根本不爱吃泡面，我吃泡面是因为我想把钱省下来给你还债。不过现在想来，我这样的行为，落在你白总眼里，十分可笑吧？一个穷小子，省吃俭用，每个月给你转1万块，以为自己在帮老婆还债，结果他老婆比他有钱100倍，拿着他的血汗钱，转身就给了另一个男人。对不起，顾野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蠢的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弥补你好不好？你今天叫我过来，到底是想说些什么？想打感情牌，让鼎盛跟白胜合作？以白胜现在的状况，能否继续经营下去都是个问题。鼎盛凭什么跟我们合作？我有自知之明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顾言，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道歉。之前法院判下来的钱，我一分不少打给你。这么多年，是我亏欠了你。我到现在才知道李云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知道了。顾野，你说我们会在一起多久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一辈子吧。不出意外？你还想出什么意外？帮我整理一份之前给李云泽买车买房的资金来源明细，我要起诉李云泽，追回这些年他非法侵占的全部财产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回去？老板都没下班，我这个助理先跑了，像话吗？你今天跟白冉聊了什么？他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了。他没有求我跟白胜合作，也没有再提让我修补平台漏洞的事。他说他只是来道歉的，还说法院判的钱会一分不少的打给我。他那么低声下气的跟你道歉，你就没有一点心软？有些错，人只要犯过一次就够了。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？不是你的技术和能力，也不是你穿上西装以后有多帅，而是你这个人，该珍惜的时候拼命珍惜，该放手的时候一刀两断，从来不拖泥带水。不过呢，你也真是个呆瓜。你什么时候也可以回头看看，说不定有人还在对你望穿秋水呢。
小乔，我现在只想把鼎盛驻京分公司管理好，其他的事我没有闲思想。呆瓜。谁啊？催命啊！你们干嘛？这里是我家，小心我告你们私闯民宅！李云洲先生，我是白冉女士委托的代理律师，我的委托人已经决定追回了给你的所有资产。这套房子包括你名下的车子，都是白冉女士全款出资，她有权要求全部追回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贱人给了我的东西，凭什么拿回去？这是我的东西，都是我的！动手！你们放开我！我要告你们！我要报警！赶紧滚，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白总，您之前交代的事儿已经全部办妥了。李云洲名下的房子、车子和奢侈品全部变卖折现。他本人昨天已经被强制遣出别墅，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知道了，把这笔钱全部打给顾野。白总，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富春那边的赔偿催缴函已经发了3次了，法务那边说再不付钱，他们就要申请强制执明。还有员工的工资已经拖了太久。我知道，白胜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咎由自取，但是我欠顾野的，必须还。将白胜破产清算吧。以上是分公司开业以来的项目推进情况和财务状况。星野合作项目的第1阶段交付已经完成，比预期提前了1周。好啊，小顾，短短1个月把分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你。秦总，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尽管说，薪资的事儿还是职位的事儿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能答应。秦总，我想离开鼎盛。之前为了跟白冉在一起，我窝在那家小公司整整7年，每天写代码跑外卖，以为守着一个人就是守着全世界。我从来没有出去看过，不知道外面的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。直到离婚以后才意识到我的世界有多小，不知道自己的上限在哪里。我觉得我该出去闯一闯了。小顾，你的想法我理解，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小对你的心思？我这老头子虽然不掺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但我不是瞎子，也不是聋人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他对你很上心。正是因为我知道，我才不能轻易辜负他。唉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老头子管不了喽。怎么了？谁的消息？没什么，白冉把之前法院判的赔偿款打过来了。小顾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听进去了。你想出国闯一闯，我不拦你。你的前程不可限量，这一点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代码就知道。秦总，在我走之前，我会处理好鼎盛的相关事务，请您放心。小小其实很优秀，鼎盛交给他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你也听到了，小顾要走的心思很明确，我也留不住他。谁说他要走，我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走。长长久久的陪伴，我还真不信拿不下这块木头。他会去 M 国，我就不能去 M 国吗？小丫头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。我这个当爸的，看来是留不住你喽。爸。白胜集团因资不抵债，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度。变卖全部产后，白胜集团总裁个人仍背负千万负债。结婚7年，我骗顾野说自己欠了债，没想到到最后还真是一语成亲了。据本台最新消息，鼎盛集团驻京分公司执行总裁顾野先生手握多项核心技术专利，在带领鼎盛走向更高点时候，却毅然辞职，决定出国深造，就将在今日前往 M 国。请扶稳行李，紧握扶手，注意脚下安全。Please watch your luggage. 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哇，你去 M 国，好巧啊！我也是。你去 M 国做什么？千里追夫。哎呀，我不管嘛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不许丢下我。走吧，再不走赶不上安检了。